Hello，大家好，我是 Sagit。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 RootOS 使用 WireGuard 与外网连接回家访问家里的局域网的教程。我之前呢其实也写过关于 WireGuard 的内容，不过那个是用来出国的。像这种比较好用的 VPN 呢，我们肯定也要是用来回家用了。首先科普一下 WireGuard 的一个基础。WireGuard 呢不是像 OpenVPN 那种客户端服务器这种模式，WireGuard 呢是节点式的，每一个设备，也就是每个节点，它都是平等的。所以呢，我们如果需要有多少个终端在线的话，我们就要设置多少个 peer。WireGuard 呢是分为两个模块，一个是接口，一个是 peer。peer 呢，你可以理解为对端或者就是节点，或者你可以更简单的理解为就是客户端的意思。所以呢，我们需要按照这个模式来配置我们的 RootOS。所以呢，我们要配置我们的这个端口接口，就是我们点到这个 WireGuard，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其实已经配置过一个端口了，所以呢我下面就重新配置一个，这个是 WireGuard 1，我现在再配置另外一个 WireGuard 2。然后一般呢我们建议把这个端口监听端口稍微改一改，这个随便你，这个端口随机就可以了。 OK，然后呢，我们需要建立 peer， 可以看到我这个 peer WireGuard 1，其实和我之前这个，我们这个就不看了，我们重新新建。然后呢，新建一个 peer 接口呢，就选我们新建的这个 WireGuard。到这里呢，你会发现它需要让我们填公钥，这个公钥呢，我们需要利用 WireGuard 客户端的软件，不同平台它都是有的。我这里用的是 Windows， 所以呢，我就以 Windows 为例。首先你要下载一个这样的软件，然后呢，我们新建隧道，新建空隧道，可以看到它这里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密钥，还有一个公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让它生成的。然后我们把公钥这个复制一下，然后粘贴。然后呢，这边 allow address 这个呢，就是等会我们需要给我们的 WireGuard 分配的地址段。我这里呢就用这个地址段，这个 allow address 的意思是我们等会儿用这个客户端连它的时候，这个客户端的 IP 就是它的内网，这 WireGuard 的内网 IP。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用的是点2，所以呢，等会儿我们这个 RootOS 我们会给它配置点1，我们可以把这个先复制一下。然后这里呢有一个预匹配的密钥，这个有的客户端呢它会直接给你生成一个这个预共享的这个密钥，但是我们这个 Windows 可以看到它并没有自动生成，所以呢我们就不管了。如果你用的是安卓的话，据我所知，安卓是它会自动有一个这个预共享的密钥，我这里没有生成，所以我也不给它生成了。然后 OK， 然后呢就是给我们的这个 WireGuard 2这个接口配置一个 IP， 我们点到 IP address。可以看到呢，我这个其实是配置了一个 WireGuard 1的这个 IP， 然后我们接着配置 WireGuard 2。这里呢，你可以随意，我这里直接给它指一个24的这个地址，也就是24的网段都可以直接访问到我们这个，也就是这个1到254都是可以访问到我们的 WireGuard。然后这个接口选择 WireGuard 2。其实到这里呢，我们的 RootOS 就已经配置好了。其实难点不是 RootOS， 而是我们的客户端。可以看到我们的客户端呢是需要我们自己手动写配置的，不过没有关系，我下面已经有范文的，可以看到这就是写好了之后的样子。我们可以对照着抄一下。然后这里填上 address。可以对照一下我们设置的那个 peer WireGuard 2，我给他们用的是这个地址，然后这边也就是这个地址。然后这里你可以设置这个 DNS， 你也可以不设置。这个设置 DNS 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在外面，我们在外网使用连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 RootOS 的 DNS，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也就是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就打个比方，
可以看到我这里有很多的软件，我都是使用域名，然后直接指向我们的内部的地址的。可以看一下我的 DNS， 可以看到我是有这样一条的，我直接把这个域名全部都指向我的 NAS。所以如果你用了所以你这边如果直接就指定我们的 RootOS 的 DNS 的话，你在外网点上这个 WireGuard 也可以实现一样的功能，所以这是一点比较好的地方。接下来就是一样的，我们这个配置 peer。其实这个 WireGuard 的配置呢，这个接口和 peer 就是你在每个节点互相反一反，就比如说我这个就等于它是服务器，然后这个是客户端，就是把客户端就是把服务器的配置反过来一下。然后 public 这个就是它的公钥。好，这个公钥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接口，公钥就在这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公网的地址。可以看到我们需要把这个注释给取消掉。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 RootOS 里边这个 peer， 我们是没有设置这个远端的 IP 和端口的。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服务器。我们服务器呢是不需要规定客户端的地址是从哪里来的，它只负责接收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但是我们的客户端就不一样了，我们需要知道服务器的地址，就是这样的道理。然后这里 IP 端口号就是填你的公网的端口和 IP， 或者你可以用 DDNS 把你的 IP 给动态映射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接口，然后这个 allow IPS 这个就得是 0.000，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客户端上面所有的流量全部都发向我们的服务器。名字也要填的。然后保存，我们连接一下看看。可以看到呢，就已经连接上了。这个连接上的判断标准就是看你的这个接收和发送是不是都有数据。如果你只有发送，那就说明我们并没有连接成功。只有发送和接收都有数据，那才是正确的。我们这里访问一下百度，可以看到我的电脑是可以正常上网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接收数据就变大了起来，这样就正常了。当然了，我这里是在内网里边，你看我这边地址都是内网，所以呢，我们还需要设置我们的防火墙，让它公网可以连接。如果你没有设置防火墙，这一步你就不用管了。点到这个防火墙，然后我们添加一条，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之前的那个端口，我就以这个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 input 这个写的是 UDP， 然后你的端口，然后你的拨号或者是你的 list 都是可以的，让我们允许就可以了。然后呢，关于多个客户端的问题，就是多 peer 呢，我一开始写这个博客的时候，有个地方是写错了，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是我就是这个地方。如果你是多 peer 呢，你的地址就最好就是这样写。如果你不是的话，那你这里面直接可以 0.0.0， 这就只能一个 peer 用。像这样，你把每个客户端的具体的地址都填好，你就可以多个 peer 一起连接。然后呢，还有一个额外的用法，就是我们在外面连接我们家里的这个 WireGuard， 也可以同时实现科学上网。这里呢需要一个地方，就是你的科学上网本来就是用标记的。如果你是用的 OSPF 或者是 BGP， 也是可以自己创建标记的，和我们的 IP 地址分流也是一模一样的。我这里打开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是 OSPF 的话，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 OSPF， 我这里已经没有再开了，就是新建一个这个 Routing Table， 然后给它放到一个单独的 Routing Table 里边。然后呢，来到我们的防火墙标记，一样的，这个是 Per Routing。然后呢，这个目标地址，这个我们就不需要，我们看这个吧。这个就是我弄 OSPF 的时候弄的标记。这个就是 Per Routing。然后呢，我们高级这个原地址列表，你新建一个 Proxy 的这个地址列表。这个 Proxy 地址列表呢，意思就是你内网里边的设备，你想要哪些设备可以出去，就把它放在这个 Proxy 地址列表里边。然后这个一样的，这边排除本地，然后 Action 就是 Macro Routing， 然后选我们的 OSPF 的路由表，然后 OK 就可以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使用 WireGuard 连接之后，也可以科学上网，就是经过我们的路由中转一下，相当于，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 WireGuard 的这个 IP 段也放在这个 Proxy 里边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实现在外面连接我们的家，既可以防我们家里边的内网一些东西，也可以直接出国，是非常方便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一键3连，这对我非常重要，非常感谢。